水果零售第一股，如今关店上千家。董事长一句教育消费者，让百果园这下是彻底卖不动了。要月薪多少才敢在百果园买一次水果吃？百果园作为水果貴族，過去可謂是風頭無兩，巔峰時期門店數量突破6000家。2023年還喊出未來10年內要實現營收1000億元、門店上萬家的神話。結果在2024年，百果園就關店近1000家，虧損近4億。近日，百果園董事長對水果太貴的質疑表示，百果園多年來都在走一個教育消費者成熟的路上，不會去迎合消費者。可上一個敢這麼說的還是鐘薛高。以麒麟西瓜為例，普通超市售價在3元1斤左右，而在百果園卻能賣到8元1斤，價格直接翻上2-3倍。從創業初期的品質標杆，到如今用隔夜果切、變質水果，瞧不起消費者。曾經的水果一哥，怎麼就活成了被全網群嘲的對象了呢？2001年那時候的水果市場簡直就是一片亂象叢生，稱不準價不實是常態，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更是屢見不鮮。于慧勇就瞅準了這個時機，把品質和服務當作自己闖蕩江湖的2大法寶，在深圳開了第1家百果園門店，並推出了不好吃3無退款政策，消費者不用小票，不用退貨，甚至不用說出具體理由，只要覺得不好吃就能退錢。這招在當時的水果圈簡直就是威力巨大的核武器。到了2015年，百果園開放加盟，短短5年時間，門店數量就從1000家猛增到5000家。在2020年，營收更是突破了100億大關，其中加盟店的收入就要超過70%。但在2024年，百果園的加盟店收入也從2023年的85億元降到了74億元，而門店數量從2023年的6093家縮減到了5127家。為了實現快速擴張的目標，百果園不斷降低加盟門檻，這也導致了後來有了加盟祭坑的說法。有加盟商爆料，總部承諾的全程扶持，實際操作起來就是發幾本手冊敷衍了事，選址、裝修這些關鍵環節都得加盟商自己操心。在百果園創始人發布的關於成本的思考的視頻下，有網友評論，不管有多少貨都堆到門店，不考慮是否賣得完，是否賣得新鮮，爛了加盟商買單，不新鮮顧客買單。曾經讓百果園引以為傲的品質，如今也淪為了人們的笑柄。以前去百果園買水果，雖然價格貴點，但好歹水果新鮮，品質有保障。可現在呢，號稱進口的車厘子表面布滿黑斑，最普通的蘋果都能吃出一股明顯的霉味。2024年的315期間，武漢一家門店將腐爛的水果切塊，然後裝進精致的盒子，就成了高價補切。還有先前一網友去店裡用6.89元團購3斤西瓜，卻被店裡服務員瘋狂嘲諷，還說貪便宜買的西瓜就是不甜。而百果園的處理方式也只是賠償網友1個西瓜，網友也給拒絕了。不僅如此，在百果園的評論區有很多網友都有相同經歷，還有消費者花50多買了一盒荔枝，店員表示新鮮到貨，結果回到家打開後，荔枝已經嚴重發霉，就連一網友買的橘子打開後都已經變質發霉了。在消費者看來，百果園的水果價格更是貴得離譜，一個蘋果能賣到13.5元，2個桃子20元，1個西瓜標價90元，6個草莓25元，4個李子51元，西瓜甚至能賣到8塊錢1斤。網友們紛紛調侃，現在的百果園已經變成不能吃無門退款了。就在百果園虧損4億的艱難時刻，董事長于慧勇不迎合消費者的一番言論，更是徹底激怒了消費者。網友們紛紛在社交媒體上吐槽，太貴了，月薪2萬都吃不起百果園，百果園隨便買點水果100塊錢就沒了，到底誰在吃百果園啊？賺我的錢還想教育我，哪有這樣的道理？而百果園的這番操作不禁想到了先前的鐘薛高，將一根雪糕的售價賣到10幾元甚至幾十元。當消費者發起質疑時，鐘薛高不僅沒有積極回應，反而還採用一種高高在上教育消費者的態度，讓消費者感到自己的權益沒有得到絲毫尊重，最終導致鐘薛高的品牌形象嚴重崩塌。而如今的百果園似乎在重蹈鐘薛高的路，或許就像網友們所說的那樣，我們有了更多更好的選擇。當消費者變得越來越理性，百果園曾經引以為傲的專業和品質早已失去了對消費者的吸引力。如果百果園還不及時醒悟，那麼用不了多久，它很可能就會像曾經的一些商業巨頭一樣，逐漸消失在大眾的視野中。與其琢磨怎麼教育消費者，不如好好考慮一下怎麼把品質提高。畢竟市場是殘酷的，消費者絕對不會為品牌的傲慢買單。